1951年9月10日下午，吉林省辽源县县政府门口前所未有的热闹，辽源县的男女老少，甚至还有不少从外县赶来的人都聚集在一起，议论纷纷。人们等了很久，终于看到解放军押着一个老人模样的人出现在县政府门口。也不知是谁先开的口，只听到就是他，狗汉奸。此话一出，群情激愤，大伙儿纷纷叫骂起来，杀了这个狗汉奸。按理来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稍微有点廉耻之心的人都会羞得抬不起头，可这个人不但不羞愧害怕，反而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看见他这副模样，大伙儿心里暗想，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到了刑场有你好果子吃。可让人惊奇的是，哪怕到了刑场，这个汉奸也仍旧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直到行刑的前一刻，这个汉奸更是高呼为皇军效力，荣华富贵一辈子，值了，大日本帝国万岁。这个引起众怒，惹得人们大骂狗汉奸的人是谁？他做了什么让人们这么愤怒？而他又为何会在死前大言不惭地喊这辈子值了？这个人叫刘雨田，原名刘逢林，荆州汉军旗人。1870年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新津县泡子乡西泡子村。和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穷苦百姓相比，刘雨田一生下来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。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，本身又是家中独子，深受宠爱，全家上下对他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碎了。刘雨田的父亲也对这个独子寄予了厚望。当时科举制度还未废除，金榜题名是光耀门楣的最好途径，加之刘府也认为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便早早为刘雨田规划好了人生，读书科举中进士。刘雨田在刘府的精心培养下，8岁就进了当地最好的私塾读书。刘父还私下给先生送礼，让先生多关照刘雨田。家中也请了小有名气的秀才来辅导刘雨田的功课，可以说除了不能直接帮刘雨田买功名，其他能做的刘父都做了。可惜望子成龙的刘父没想到的是，刘雨田不是个读书的材料。虽然刘家用尽各种手段为刘雨田的科举铺路搭桥，刘雨田还是不争气，读书一塌糊涂。而且因为刘父刘母的溺爱，自小娇生惯养的刘雨田不仅遭受不得一点挫折，还一直自视甚高，认为自己才华横溢，只要参加科考，中举那是轻轻松松，信手拈来。刘雨田梦想很美好，可惜现实却是2度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。名落孙山的结果不仅没让刘雨田认识到自己的实力，还整天怨天尤人，不是骂考官有眼不识泰山，就是骂科举考试有黑幕，不公平，考上的人都是有关系交了钱的，不然自己怎么可能考不上。第一次科举不中，刘雨田还曾大言不惭地对他的狐朋狗友们说，运气不好而已，你们不懂，这次的考官水平不行，看不懂我的文章，不信你们就看着吧，下次我肯定会中的。现在多巴结我，赶明我见了皇上，说不定还能给你们说2句好话，让你们也有个官做做。第2次科举不中后，刘雨田就彻底破罐破摔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和一群酒肉朋友花天酒地。如果日子一直这样下去，那刘雨田也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纨绔子弟，再堕落也无非是败坏他自己的家产。后来他为何会变成一个人见人骂的汉奸呢？问题就在于他破罐破摔的这段时间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。这个人自称郑永昌，是刘雨田的狐朋狗友引荐给他认识的。郑永昌第一次见刘雨田便称赞他是个人才，只可惜清政府腐朽，像他这样的人才居然无用武之地，真是可惜。此言一出，正中刘雨田的下怀，他觉得这人与他平时交往的那些人不同，是真的懂自己。于是刘雨田当即将郑永昌视为平生知己，恨不得当场结拜。此后的日子里，刘雨田与郑永昌简直是形影不离。刘雨田对郑永昌那是有问必答，有求必应。郑永昌也投其所好，一直在刘雨田面前夸赞他的才华，惋惜他的遭遇，不仅附和刘雨田对科举的咒骂，甚至还进一步大骂清政府狗眼看人低，居然连刘雨田这样的大才都不重用，这样腐朽落后的政府根本就没前途，没有再存在的必要。刘雨田也越听越觉得郑永昌说的有道理，这种埋没人才的政府简直就该被推翻。随着刘雨田和郑永昌交往的深入，刘雨田有时也会对郑永昌的身份产生疑惑，他不明白郑永昌为什么连一些最基础的中国常识都不知道，还总是向他打听人口、地形、经济这类问题。刘雨田也问过郑永昌这个问题，一开始郑永昌总是在刘雨田提问时就转移话题，顾左右而言他。到了后来，郑永昌越发了解刘雨田的性格，
就开始在刘雨田问他时暗示刘雨田他的真实身份，观察刘雨田的反应。发现刘雨田没有告发他的意思后，郑永昌便向刘雨田坦白了自己的身份，他其实是日本派到中国的一名特务，只是化名为郑永昌，其实他的真实姓名叫神武光臣，是日军的少佐。这次来到中国后，发现清政府真是一塌糊涂，不仅软弱无能，还埋没人才，根本不可能让中国人过上像他们日本人那样的好日子。只有推翻清政府，让日本人来管理中国，中国人才能像日本人一样幸福，刘雨田这样的人才也才能大展拳脚。刘雨田听后大喜过望，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，主动提出要帮助日本推翻清政府，实现大东亚共荣。刘雨田自此之后便开始四处打听情报，并通过神武光臣传递给日军，还申请等日本攻打中国时主动给日本人带路。自打做汉奸后，刘雨田便天天期待着日本侵略中国，在日本的统治下直接翻身成为人上人，享受荣华富贵。为了这个目标，刘雨田越干越起劲，主动通过关系打听中国各地的军事部署情况，尤其是当时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情报，只要能打听到的全都一股脑地提供给日军。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，日本厚颜无耻地偷袭中国，并向清政府正式宣战，刘雨田终于等来了他梦寐以求的卖国机会。为了讨好日本人，他不仅自己大力卖国，还主动游说其他人卖国，在他的大肆鼓吹下，还真有人和他狼狈为奸。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师金品三。在日军侵略军从庄河花园口登陆时，刘雨田和金品三主动提出要为他们带路，并为他们撰写各种安民告示，以麻痹同胞。为了进一步获得日本人的欢心，刘雨田还主动劝说他的父亲归顺日本，把家里的钱拿出来给皇军买物资，买得越多，皇军越高兴，皇军越高兴，他们越能受到重视。刘父一开始勃然大怒，他一直以为儿子只是在外交际，最多花天酒地，没想到寄予厚望的独子居然混成了汉奸，还要拉自己下水。可转念一想，日军来势汹汹，清政府目前节节败退，看起来日军获胜的概率倒比清政府获胜概率大。如果自己不早做打算，要是日本获胜，占领了自己家这片区域，那自己的家产岂不是保不住了？为了自己后半生能像现在一样享受，刘府在刘雨田的劝说下，顺水推舟的也开始为日本人效力。等到了日军真的攻占金州城，刘雨田及其父便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各种物资去慰劳日军，其中包括黄金500两、名马50匹、肥牛12头，其他家禽若干。甚至为了日军能更好地站住脚跟，刘雨田还专门准备了金州城的精密地图，上面注满了金州城各种重要建筑。刘雨田的卖国行为确实讨到了日本人的欢心，甚至还有日本人为他作诗辕门献礼表归顺。明代移民刘雨田，刘雨田也恬不知耻地到处炫耀日本人为他作诗了。刘雨田还主动提出要参与日本进攻旅顺口和威海的战役。在这2场战役中，刘雨田凭借中国人的身份各种坑蒙拐骗套取信息，转头就将情报告诉给日本人。中国人如有敢反抗者，哪怕只是稍微骂上2句，他也暗中记录下来，然后告诉日军，让日本人去杀死反抗者。而日本人不管对中国人做了多少令人发指的事，他也只当没看见，甚至还幸灾乐祸，说受害者活该，怪就怪他们没有像他一样早点投靠日军。就这样，凭借刘雨田出色的卖国表现，他受到了日本司令官大山岩元帅的赏识。他不但在战争中骑在中国同胞头上作威作福，在战后要清算他时，他还凭借大岩山的支持逃往了日本，定居在东京。在东京的日子，他努力学习日本文化，力图让自己从各个方面都变成日本人。为了成为一个完全的日本人，刘雨田改名龟山松太郎，娶日本老婆，加入日本国籍。在东京，他度过了10年。在这10年间，他并不满足，无比渴望为日本做出更多贡献。于是刘雨田一边做着汉文教师，一边为重返中国再次卖国准备着。1904年2月，日俄战争爆发，刘雨田主动提出充当日本侵略军向导，随日军在金州后儿时登陆，搜集、传送情报，筹备军需物资，替日军安抚民心。他与日本军官斋藤隐居在格镇浦后山的农村里1个月，唆使当地农民做间谍，将侦察到的旅顺俄军情况报告给乃木司令。乃木在旅顺多次召见他，与其密谈，面授机宜，让他参加同俄国军官的谈判。乃木很赏识他，曾与他在旅顺水师营会见所摄影纪念。
由于他在日俄战争中效忠日军，于是得到日本统治者的赏识和恩典。1906年，明治天皇召见他，赐给他6等功勋章。战后，刘雨田移居旅顺，任关东都督府主托，向日本殖民当局献计献策。1907年，他协助殖民当局先后成立普兰店和皮子窝工学堂，兴办殖民地教育，对中国学生灌输奴化思想，大肆宣传中日同文同种、友好亲善、日满一德一心，为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效劳。由于他积极协助日本殖民当局统治旅顺人民，日本政府在1915年又进赐他5等功勋章和礼服一袭。刘雨田以日本殖民者为靠山，不断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，占有土地3000余亩和房屋400多间，是日本统治关东州时期有名的大地主和社会头面人物。在太平洋战争期间，刘为感激日本政府给他的殊荣，为效忠日本天皇和支援大东亚圣战，不惜卖掉1200余亩土地和200多间房子，献纳了2架羽田号飞机及其他战时费用。刘雨田此时都还沉浸在日本获胜、自己荣华富贵后半生的美梦中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日本节节败退。1945年，日本正式宣告投降，日军狼狈逃窜回日本，只留下还想给日本人当狗的刘雨田。刘雨田自知不妙，便隐姓埋名，四处逃亡。可惜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，没有汉奸的容身之地。1951年，刘雨田在吉林省辽源县被群众举报，随后以汉奸罪处决。纵观刘雨田的一生，他是令人唾弃、死不足惜的。然而他虽然死了，但他所反映的现象仍值得我们深思。目前日本文化冲击着中国年轻人的思想，不少人以说日语看日漫为荣。刘雨田虽然死了，但我们仍要时刻警惕其他刘雨田的复活。